这几天，因为中东局势的全面紧张，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充满了极大不确定性。再加上卡塔尔那边传来了停产的消息，台湾岛内的能源库存直接拉响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那面对全台天然气库存只能够撑几天的残酷现实，岛内的知名媒体人赵少康在节目里说了一番让人惊掉下巴的言论。他在节目里嚷嚷说台湾这个天然气眼瞅着只剩下11天了。正常人听到这儿，第一反应应该是，哎呀，赶紧想办法开源节流或者是赶紧跟这个老板商量商量，怎么买点现货可是赵大先生不走寻常路他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他说，怕什么？找大陆救急不就行了吗？大陆不是老挂在嘴边说两岸一家亲吗？这个时候不正是大陆表现的机会吗？你们听听因为河姆海峡现在不封锁大陆嘛，中国船铁娘子都经过了，对，从那边过来从那边过来，那这样的话，你不是说是两岸一家亲吗？你自己讲的或给我们一点救我们的这个急救急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能调你不要管政治嘛，从经济的角度为什么不能调？这个人以前号称是政治金童，现在岁数大了，估计是这个逻辑芯片有点老化。这话里的意思大白话就是我没天然气了，我快停电了，大陆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套近乎吗？你不是一直求着我想跟我一家亲吗？现在呢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你赶紧把天然气船给我开过来。你要是送的慢了，或者这个态度不够诚恳，你就是假情假意，你就是破坏两岸关系。哎呦喂，赵少康这是在那侮辱谁的智商呢？他觉得咱们大陆人都是这种没见过世面，被他一句话就能忽悠找不着北的凯子吗？咱们坚持两岸一家亲那是基于民族大义，那是为了和平统一大局。结果到了他嘴里，这成了咱们大陆必须给他们无限兜底的卖身契，成了他们可以一边喊着抗中保台，一边心安理得的伸手要饭的底气。这哪是两岸一家亲这分明是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冤大头呢。这种恶心人的话赵少康居然能脸不红心不跳的在电视上说出来，我只能说这脸皮厚度怕是连东风导弹都打不透。有网友说赵少康这个算盘珠子响建议大陆呢给他送点气，咱们工厂排出来的废气要不要管饱？这位说在理想空手套白狼门都没有。说回正事赵少康为啥这么急？因为台湾现在的天然气库存那是真的火烧眉毛了。这几天台湾媒体都炸锅了一个冰冷的数据被摆在桌面上，全台湾的液化天然气库存现在呢只够撑8天了。甚至有的媒体说真要遇到那种连续的高温天这电扇空调一开，撑死呢也就6天。6天各位1个礼拜都凑不齐。这个时候呢台当局那帮人还在那演戏呢。行政负责人卓荣泰出来说了，大家不要慌，我们有燃煤备援，我们还能提前调货。可是现实是现在的中东那是乱成了一锅粥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天然气的咽喉要道现在是风声鹤唳船都不敢过，保险费涨得比火箭还快，而且产气大国卡塔尔受这个局势影响已经不发货了。台湾这个地方呢能源自给率基本上就是0，全靠买全靠运。现在外面风吹草动卡塔尔一停产，霍尔木兹一封锁，台湾的70%的原油和天然气供应直接就判了死缓以前呢咱们总说台湾是宝岛，现在看这宝岛更像是个大型的海上充电宝，而且呢还是个没电了又找不着充电线的充电宝。只要外面那根线一掐，岛内立马就得跟着集体哆嗦那有网友说了赖清德不是说要用爱发电吗？赶紧组织全台湾人对着天然气储罐大喊3声爱台湾，看看能不能长出气儿来。兄弟，你这招太狠了爱能不能发电不知道，但是爱呢肯定不能拿来烧锅炉。岛内的企业大佬们现在是真的急疯了前2天那个什么工商团体开了场春节联谊会，商总的理事长许书博平时说话挺委婉一个人，这次直接说大实话了。他对着台下的官员们喊，库存就剩8天了，咱们这个地方又没法提前多存点，储气罐就那么大，你让我们怎么等局势再拖几天咱们全台湾的工厂是不是都要一起熄火？台电的董事长曾文胜还想出来稳一把，他说
哎呀，没那么严重，短期内抵港的油气船还是有的。我就纳了闷了，曾董事长，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在的国际能源市场那是排队抢货的时代啊！美国、澳大利亚那气是有，但是贵啊，那是现货，是全亚洲啊、全欧洲的土豪们都盯着的硬通货。你台湾中油说要买，你有钱，人家日本、韩国、德国没钱吗？人家那些是主权国家，那签的是长期保障合同，有战略储备。你台湾省呢？你那个所谓的非核家园，把这核电站全关了，把一半的发电量全压在天然气这个娇贵的东西身上。去年12月啊，台湾进口的天然气70%呢都拿去发电了。哎，你想想看，万一哪天啊哪个油气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迟到个2天，或者中东那边的火星子啊溅到了油槽上，那台湾的电价会涨成什么样啊？那个最骄傲的什么沪台神山台积电，是不是得跟着断电停机？到时候全球供应链的小心脏居然就卡在台岛这几口天然气的口粮上，这说出去哦，全世界都得跟着闹肚子。眼看天然气要凉，台当局呢又开始打别的坏主意了。那个卓荣泰硬着头皮说，实在也不行啊，我们就开放燃煤，谁还不是靠煤撑过来的？卓先生啊，你这话说的真是没钱了就抢银行一样轻松啊！煤从哪儿来？台湾地底下挖得出来吗？还不是得100%走海路运过来吗？那现在的海运环境大家心里没数吗？这外面乱成那个样子啊，海盗横行，封锁不断，天然气船进不来，你那运煤的船就能大摇大摆的进来吗？再说了，你要大规模的增加这个燃煤机组，那是动动嘴皮子就能成的。从立项到环评到买设备到安装，3-5年能拉起一套机组啊，就算是你祖坟冒青烟了。所以说啊，台当局现在的套路啊，总结起来呢就2个字儿：忽悠。用口号忽悠民众，用备援忽悠企业，最后呢再用抗中保台来掩盖自己能源政策的彻底破产。他们就像是那个坐在漏船上的船长，一边拿着水瓢往外舀水，一边对着乘客喊，大家别怕，我有经验，咱们这个船是非核环保型的，漏点水更健康。有网友说了，台湾的能源自给率不到4%，这在军事上叫死地，也就是大漏大度啊，不然掐断你这根管子都不用动物。这位老铁看透了本质啊，这就是绝对的硬伤，靠嘴炮是补不上的。那咱们聊完岛内的糟心事转过头来看看咱们厦门这边，大家知道吗？就在这个台湾省为了一口天然气在这跟赵少康一样求甜的时候，就在咱们对面的金门，情形完全不一样岛内媒体这几天一直在酸溜溜提个事儿，金门供电。其实咱们大陆这边对厦门、金门通电技术早都准备的妥妥帖帖了，技术是现成的，资金是充足的，只要对岸点个头，铺个8.8公里的海底电缆，金门老百姓马上就能用上大陆既便宜又稳定还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这就叫降维打击你台当局还在那算计这8天、11天的库存，还要求爷爷告奶奶买贵的要死的现货。咱们这边电力充足的都快溢出来了。要是霍尔木兹海峡真的彻底断了，全球能源大停摆，你信不信？金门绝对是第一批跳出来喊着我要连上大陆电网的。到时候那个什么两岸融合什么资源后盾，不用咱们阅兵，不用咱们喊口号，只要咱们这边一喝闸，金门亮灯了，台湾本岛黑灯瞎火了，全台湾人的心里就全明白了。两岸关系没变化，谁信实力的天平早就彻底倾斜了。咱们推动融合的技术实力那是在关键时刻能救命的真金白银。就在3月5号，咱们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那可是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坚持9·2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融合统一。这话里面透了一个意思，大陆的耐心是有边界的，大陆的善意是有前提的。民进党和赖清那帮人如果你们还想一边搞着台独的小动作一边像赵少康说的那样子，等着大陆求着给你送天然气那你们真的是想瞎了心了。大陆的意思很明确正路已经给你们摆在那儿了，和平统一、融合发展，咱们一起赚大钱，一起过好日子。
但要是你们啊，非要在这条死胡同里走到黑，非要靠那点可怜的库存和虚伪的口号欺骗老百姓，那行，后果自负。赖清德，你们现在还敢大声喊台独吗？库存剩不到8天了，外面的汽船进不来，岛内的工厂在发抖，老百姓在盯着电费单。你们那些嘴炮能烧水吗？能发电吗？能让台积电的芯片跑起来吗？现实啊，就是这么赤裸裸，就是这么残酷。这局啊，要是不改变，这根名为能源的肋脖子绳只会越拉越紧。各位，这出断气的大戏啊，咱们才看到高潮。赵少康这种啊，把大陆当凯子的民梦该醒醒了。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一边骂你啊，还一边求着给你喂饭的便宜事儿。希望到时候台湾的老百姓啊，能够看清楚，到底谁才是真正为他们好，到底谁才是那个只会开空头支票，最后呢让他们摸黑生活的罪魁祸首。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哪位大神呢能给赖清德算算，他这最后几天该怎么过呢？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